各位朋友大家好，最近这个 Love Art 这个真的是太酷了，因为它的这个 AI 让我们的认知完全不一样。你可以随便点一个来看，譬如说我们找一个我们建筑设计可能会用得到的东西，多数看得到的都还是这个内容。那你可以查一下，譬如说像这个，当然它平面设计做得很好，不过你注意看，它可以透过这件事情去创造出一些 plan。注意看右边哈，这里你看它开始在生产出一些海报来，它完全可以根据你的内容去直接做出你要的这个状态。它已经直接帮你变成有点像是 agent 一样，陪着你去创造这个设计，陪着你去创造你的海报，创造你的内容。那我们今天就要来试试看怎么样透过 BIM 来去做前导的内容，让它去陪着我们有架构有效果的去发展出内容。而且除了这个之外，我还想做这个事情。你看这个 QA 太酷了，它可以做什么事？我们正在设这个事情，就是说我跟他讲一个我的内容，然后我给他这个内容之后，我给他一个我想要的这个设计风格，让他去做。譬如说像这个东西也是很特别，这里面是怎么来的呢？我给他一个 photo， 像这样子，我跟他讲我有个底图，然后我再给他一个家具，这个我想 B&B 的家具各位都知道，把它组合在一起之后，它竟然就可以直接变成我要的这种画面，直接把床摆进去了，太有趣了，你应该要来试试哈。所以我透过一个很简单的空间配置给大家看，让大家可以快速的理解最近我们跟各位测试的这个 AI 的应用。我觉得其实 BIM 跟 AI 能够做的很多事情，大部分都是来自于真实可以拿来运作，可以落实在真案上面才有序。好，我们来开始哦。那我们从建筑物来看哈，那当然这个不要拿室内装修，我们拿建筑来看。这个案子里头呢，我们很简单的去给它做个立面，现在要2层楼。那我现在在1楼这边呢，我给它做一个建筑体，然后我做2段。来，好，先这样子。那我透过 3D 呢，简单的将这道墙呢把它拉高，我先拉高3米，然后我做一个内容，然后在这一段呢，我把这个底架高50公分起来，让它可以出现另外一个悬空的状态。好，那在这边我测试一下，我在立面图上面我去装几个我想要装的窗户，不用太复杂。然后在这边呢，我在端点这边做一个窗户，好，像这样子。那我现在还没做楼板，我们来做一个楼板。我们将楼板给创造出来，我给它一个底座，然后并且在这底座当中呢，我给它做一个有效的勾缝。好，那在这边我们把它先跳出来哈，因为你必须要让它看得到，所以我们先取消隐藏品类，这样子。所以你看 3D 已经有一个基本的这个样子了啊。那这一道墙呢，因为我们刚刚其实是为了要做这个设计嘛，所以我调整它一下，然后将这个内容把它架起来。好，这一段，然后我们再透过编辑的方式，给它做一个我想要做的一个立面的关系的开口。好，先这样子哦。那你看到基本的样子，那我再继续做个楼板哈，在2楼这个地方，我给它一个楼板，在这个地方有个楼板，在这边有楼板。当然我现在做这案子不是很大啊，有些人会说可能不够大，不用太担心。我主要是让各位展示一下我想做的这个细节发生什么变化。好，那这个地方我们先降个20公分，降50公分好了，这样子。这一段其实是属于2楼的空间。那窗户现在是没有任何材料的，我们给它个材料好不好？擦一下玻璃。做这个前置作业相当重要，因为你给它一个尺寸之后，你才能帮助你去定义这个事情。你要是没给他这件事情，你无法定义任何东西的话，就很可惜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让自己这个事情产生一个该有的效果。然后我们给他一个点景，我们来去处理一下这边这个里面它属于它庭院。好，我们在旁边给它一排树，在这边给它一个比较小的。好。那你看 3D 大概已经有这个基本的架构了，很简单的架构。那我现在准备来做的事，就在这边，我将这个透视图抓出来，我给它一个这一面的透视图，所以这边有一个还不错的画面。为了要让这个东西看起来已经有点样子所以我们特意的将这边开一个开口，编辑一下轮廓。我可以在这一段开一个我想要做的这个开口，在这一段做一个有趣的小开口。好。完成之后，它出现这个变动，这个开口我觉得可以调整一下，所以我将它把它拉到端点去。
那完成这个事情之后，我给它一个材料，好不好？现在这个材料我还不知道什么材料，但是我可以去设定一个像清水模的材料。所以我现在来这边找一个混凝土，刚刚它是 RC 嘛，对不对？那我现在没有 RC， 我直接做一个混凝土给它。它现在原来是混凝土，那我现在帮它做一个清水混凝土模，在这边按增加新材料，然后更名一下清水混凝土。在这边呢，我这边直接给它一个新的材料给它，然后选择一个新的材料，混凝土清水模在哪里呢？找一下，里面有模板孔。好，点2下之后过来之后。带动好，按确定。这个时候呢，你的这个都是清水模，你看哦，这边就有个材质的清水模，所以已经有某种效果在了。那当然，我可以再给它一点点边界哈，因为这看起来边界有点小，我将这整个的边界再做大一点，让它感觉比较没有边界一些。然后这个呢，我们来负15公分，让它这个边界看起来比较自然一点，这样这个透视图呢看起来边界会比较舒适一点。好，我们给它开一个透视图。各位你看哦，其实在这地方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并没有花很多力气哦。我们其实很简单的把一个简单的设计图，我们可以做我们想做的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就直接把它弄出来了，然后它就出现这个效果。当然它里面是什么，还有很多可想象的地方，但你注意看，我现在给它的指向性是清楚的。那为了让我们的前面可以有一台车子，我们再导入一个车子，好不好？我们找一下我们的交通工具。这边有个车子，我们将车子看一下哪一台车看起来比较有趣一点。我找一台跑车好了，停在这个位置。看有了，我车子也在这里了。好，人就先不放了哈。那我先把这个事弄好。那为了让这里面出现另外一个效果，我这个地板呢，我会给它一个草皮，这样子你就基本上有了。当然这个这是因为整体的关系啊，这个材料我先把它变成是别的材料一下，因为并没有去沟通变化所以我先把这个材料变成别的，方便我可以做点变化。好，现在有了。我们其实在描影之后可以看到的内容，其实你给 AI 的东西，你也不一定要给它非常的复杂的状态，你可以给它单线，你给它颜色，但是我们希望给的是尽量清楚一些的内容，所以我将里面的光线拉强一点点，好，让它光线强一点，阴影不要那么多。透过这个事情，帮助我们可以去达到另外一个我们想要成为的效果。这样子完成之后就 OK 了，我们可以直接输出档案了。那我们进来准备要去做刚那个内容了。那在这个内容之前呢，当然我们透过 ChatGPT 帮忙我们一下。既然都在 AI 了，我们就不需要再重新再去处理这个状态了。所以看一下这边，你跟他说。你解的东西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内容，不过它就是用这个状态可以去帮助你去做一个很简单的事情。那我现在要做这个 Love Art 嘛，我跟他讲了，那我给他这个 prompt， 他会跟你分析一下架构。我觉得其实人在 AI 的架构上面其实是比较弱，就在这一块。你给他一个想法，然后给他架构，你继续跟他讲。好，那我跟他讲我的时间，他给你时间了。好，透过这个去发展这个事情。好，那这样子之后，你看我准备要去切入到下一个端点，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我可以把它输出出来，并且得到那个结果。好，来继续我们看现在我要输出给 Love Art 这边，我准备要给它 New Project。不过在这之前，我给它一些基本的尺寸。当然，这个尺寸如果我能够给它比较清楚的颜色，那当然是可以再多做点事情。因为透过这种清楚的颜色来去处理的话，我可以帮助我来去跟他沟通说，我打算要做哪些内容，这是可以协助我去跟他表达的。因为它毕竟它有一些高度宽度关系嘛。所以在这边我们先复制一张图，我们说明这个是平面图1楼。在这边我们先把这个范围框打开我们先去切到我们要的位置就好，去表达出这个房子大概它能够呈现什么样的内容。我们必须要给它个故事，你知道吗？就是说其实在透过 AI 的这种表达，我们不要说只是为了让它产图，你给它个故事，给它一些逻辑，它比较能够理解说它要表达些什么。那当然从这个之外，我们也可以给它个立面图这边有个立面图说，我们可以给它立面图。那当然这立面图说呢，是看哪一项立面，比如说这个项立面是正立面还有侧立面。你给它几个 elevation 这个我们处理一下，复制一下刚刚这个图说。好，那这个一样，我们把范围框打开，因为它会有些高层这高层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它的高度的关系。
后再把细字打开，然后把描影给打开，我们给它一点点阴影，让这个房子它可以出现比较完整的架构。那这样子的话，你其实就可以清楚的去对 AI 表达我们要做的这个事情。好，当然这个我们会有正面嘛，会有侧面，所以这是正面的位置，我们一样复制一张，说明一下这是正面图。那我们等会要将这些内容都输出出去，帮助我们可以去说明说我们打算要做哪些内容，然后让 AI 可以更加的理解我们要谈的事情是什么。所以各位在这一切的内容其实它都比较倾向于就是在说明。那你看我们过往在 AI 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怕给它其他的资讯嘛，因为它不清楚。所以你看这边我给它一些比较详细的内容之后，它就可以看出一些内容架构。同时你其实也可以在这个地方给它一些尺寸，帮助它去早点理解说大概我们的尺度是怎么样一回事。它在跑这个内容的时候，它是有个观点的，它这个观点呢可以帮助我们去清楚的判断说，你打算在这个设计案里面表达什么事情。比如说我给它的尺寸在下面，上面的关系给它上去，高度呢在这个地方给它一个高层的关系。这几个图完成之后，我们准备要输出。我输出之后，当然为了让各位学习方便我最快的方式就直接截图了那我就先把它截图起来，方便我们可以快速的把这件事记录起来。那各个画面也一样，我们直接把它截图起来。它会有些高层我们去判断一下 AI 到底能不能读到这个内容，因为它能读到的话就代表不一样我们过往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它其实是无法读的。你看像这个东西如果你这样弄的话，它会看不到内容。所以这边也是一样，你要记得将尺寸抓出来。其实尺寸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在过往在做什么 render 的动作，它是不太管的。但其实你可以理解到，这边如果你好好的去处理它，它可以帮助你做一些很好的沟通的角色。我们常来讲BIM Information Modeling， 如果你能够愿意把它的 information 提供的更加详细一点点，那么 AI 它在判断这个事情的时候，它就能够帮助你去理解大概你要表达的内容是什么。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我们这边给的尺寸都已经有蛮完整的标示了。那当然我们可以把这个框再拉大一点，以确保这整个内容都是我们有被定义到的，然后再把它放出来。那现在我们这边已经有几张图了，我们都把它存进去到我们的位置。我们准备把 LeapFrog AI 把它打开，这边打开了。那现在我们开一个 New Project 可以去给它一些内容，就是你跟它讲你要做什么事情。那我先给它开头你看你要跟它讲一个 House Project， 你大概要给它一些基本尺寸嘛。那我们其实可以讲尺寸的东西。那这个设计你希望它是什么样的设计模式？我先给它这个之后，我给它几个 Project， 就是我们刚刚要做的这个动作，我全把它跑进来了。那跑进来之后，你其实就可以看到它这几张图都抓进来。那它已经有这个内容了嘛？那我们就开始让它跑。你看我觉得最有趣的是这样，你给它图了之后，你跟它讲一个东西，那它会跟你讲它要想这个状态。那你能不能够透过这个内容再去辅助你自己去做点别的事？当然可以啊，你一样可以去处理你要的 AI 的变化，你可以去 ChatGPT 去处理，因为其实它老实说，它真的 image 的组合，它也是用 ChatGPT 去做，所以你一样可以做这个动作。所以你看这个 information 被留下来了来，你看我这边一样做这个事情它现在是帮你用这个 Midjourney 的，你跟他说，跟 ChatGPT 说，我要给这个用的。那开始去重新组合一下 LeapFrog AI 是什么事情。那因为它不一定能理解，我跟你说，它其实跟它有串接，这边它是有串接的，它有串接，它开始做这个处理。有串接之后，你跟它讲这个事情，它也会开始做这个变化。它等一下会做什么事我不太清楚，可是你可以看得到，它现在处理可能2种不同的 AI 的回应。那都在 thinking， 你回到这边来，你看它就开始在做处理。所以这个有趣的点在哪里？就是它开始会做一些 plan， 因为你给它了什么？你给它的平面，你给它的透视立面，你给它2项立面，你给它平面。那各位你就知道，我们刚才建立那个模型并没有花多少时间，也就是说，过往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可能要花很多力气。现在你给它一个 image， 譬如说你有小住宅要处理，你不用花非常多力气，你就可以做出一个简单的房子。那透过这个事情去组合，你就可以得到一个有资讯、有架构的内容。那当然，你看这边，它可能就直接开始生成了，因为你没给它任何东西嘛。我跟他说的这个内容，我必须要重新调整一下这个跟他说我要给他是只有给这个 AI， 所以你看这边要讲
好，重新再来一次没关系，因为要他做的事情其实是帮助我去做这样的内容。所以如果这个状态完成了，你也可以拿这个直接拉过去，那你可以补充嘛，比如说这个东西。好，所以给它时间、位置、材质，那它就会再组合进去。我们来比较一下哈，如果我这样做跟那样做会发生什么不同的变化？它现在处理成这个状态了，所以现在这边还在跑，让它去跑，它就会不断的做很多部分。你看，注意看，它也是在做 ChatGPT image 啊，它开始在生成一些内容，然后它开始去找一些知识跟架构。所以同样哦，我这边如果在这边复制过来，我再走一个 project。你看 project 不太相同，这是我刚给他的，这两个去比较一下，一个比较完整架构的 project 去处理，跟这个我只有写这样的架构处理会有不同的结果。我觉得其实各位在看这个 AI 的逻辑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特别去缓冲这个内容？就是我们如果拥有这个基本的知识，你就可以更早期的去面对这个差异，那你才可以把这个等式抓好。抓好这个尺寸之后，你绘制过来的效果其实就会非常非常不一样。所以各位你看哦，在刚刚这段对话之后，他其实你跟他讲的这个内容，这是我们就是用很简短的话跟他说，那开始跟你讲他在想这个东西，然后他开始去做一些图像我给他的，你看他也是有去看，他有一些立面图说有没有 elevation drawing of a modern two-story building， 他看得出来它是现代的，而且立面的图说而且是2层楼的，看得出来，而且还要跟你讲 side view， 因为我给他写中文嘛，然后跟你讲那个室外的这个 facade 就是有一些比较极简的设计，那你看他开始去做处理，然后他这边他也注意到了我跟他讲的 FL1、FL2 啊2层楼的变化，然后他有跟他讲是，你看他这是一个高度啊，他写 unit 代表他可能不一定把 centimeter 变成是重要的东西，可他其实大家知道你在讲一个高层的关系，所以他其实是很认真去分析这个内容，然后他开始去做他的 plan、acknowledge、ChatGPT、image 等等这类的东西，然后完成之后开始去做 generate， 那你看这边就开始去做，他开始去像是一个专员帮你处理这个所有的流程，做一些变化 layout， 然后开始做一些 prompt， 那 prompt 就开始出现这些图说，你可以看到在这里，我们可以放大看，他用他的模式去生产图说，也就是说你给他的东西他并不是直接照抄他其实是会去做一些变动的，然后产生内容。那你看我特别去做了几个测试，这个测试呢是怎么样？我跟他讲了我在 ChatGPT 生成的一些文字变成我们想要去延伸的内容都把它写进去了，然后开始去做，他一样会去分析，他一样去看到我的那些图，不过你看他出现的图说就有点不太相同，他开始出现像这样的一个形态，那跟我原来设计已经有点不太一样了，他不知道怎么去做的，他找到不同的变化，然后再来我在这边我做了另外一个事情，我正在测试这个东西，因为他还在跑，那这个东西是直接跟他讲了 follow my design drawing 去做这个事情，我希望他直接 follow 我们的设计的这个流程去做这个变动，然后来方便我们去定义这个内容。其实在这边我要跟各位分享就是说我透过这个在运用的时候，我发现有个很有趣的状态，就是它比较像是一个发散式的一个开头。那发散式的开头，如果我今天 BIM 有给他做个前导的话，你给他的平面让他去找，不给他的立面让他去找，会发生什么事不太相同。我这边在测试给大家看目前这个事情更有趣的其实是测试，就是我跟他讲，给他一个平面图，这个是 plan 嘛，然后去长出下面这个内容，然后他怎么样去处理后续的可能。记得这边有一个网络，我们把它打开，然后方便他去做这个延伸的变化。我们去来测试一下会发生什么事。几次比较明确的尝试之后，你可以发现，如果你给他提供资料，他是可以 follow 你的。各位看一下这张图，这张图是我们提供的这个画面，你看他跟他给我们这张图其实是很接近，也就是说，他其实是有办法尽量去 follow 你的内容，然后去做一些状态的。其实严格来讲，你本来就可以给他图，让他去生成一些内容了。所以如果你今天有给他这样的图，让他去生成，他是做得到的。当然，对于这个里头的这个平面图的一些规划，他不一定完全理解。像我里面也没放楼梯，他知道2层楼，他也去放楼梯了。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回来看看它这个整个内容我们重新去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一定要用我的这个 Astral Plan Drawing for Massing, Run Placement and Orientation。那这样的事情呢，它就可以让我们去理解说其实怎么样去推进它，然后让它去做这个所有的一切。你看它一个一个来。那第一个呢，大概在 Architecture Drawing 这个事情，我觉得是比较清楚的，因为它已经给它一个像是透视图嘛，所以它可以找得到这个状态。那它会去开始找一些 inspiration， 比如说你看它找了什么样的图说，什么样的案例，然后有一些什么样的 core design philosophy， 然后做了一些事情。
它就像是一个很厉害的小帮手一样去做一些状态，出现这个图说就很接近我们要的内容了。那你还没有跟他讲，请他帮你做 plan 吗？那你可以跟他讲，请他帮我再修正一下我的 plan， 对不对？我的设计平面图其实放在上面嘛。那你给他的这个内容其实是个平面图，当然我们并没有在这张图上写上 plan drawing， 所以他不一定知道这是平面图。理论上来讲，他看得出来看不出来，你要看他的状态。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一个发展，因为当你给他这个所有的流程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去制定出一个 process。我在这个同时，我又想要做个动作，很有趣。我其实不断的在尝试这个的可能性。你跟他讲，我现在准备做一个像类似工厂的形态的内容，我给他2个工厂的画面。这工厂画面呢，我一样给他一个我已经设定好的内容，但是你还是强调一下，一定要请他去跟着我的这个设计去发展。因为我们如果没有叫他跟着我的设计发展，他有可能会出现刚刚那种状态。所以你可以看到，像这边，你给他这个内容的时候，你一定要跟他强调，如果你用 BIM 去做这个事情，你就跟他明白的跟他说，我要这样做这个事情，然后记得把这个打开。那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有 LoveArt 的这个 invitation 啊，因为我拿到了，我也蛮幸运的。那你看他每天就是10个 message， 就是给 agent， 你给他10个任务，我大概会用完了，不过尽量多试给大家看，让还没有拿到的人可以感觉到，这件事可以做点不一样的状态。因为我跟他继续做这个事，你看他已经不太回应了，但不过不要紧，他毕竟刚开始的这个内容，你看他可以在整个流程当中帮我们创造这么多张图，并且我刚刚这个地方是我跟他说我希望你给我更明确的图说，更明确的平面，他就开始去找出各式各样这种图说的内容。当然他走的对不对，我觉得对看起来都不太对了。不过如果你能够回来去回馈刚刚这张图的状态，你可以回馈一下，它就已经蛮接近我们本来想做的这个内容了。好，对照就知道了。我们在这个演讲当中跟这个影片当中也提过其实有像 Veris AI 啊，或者是其他的软体可以用。比如说像现在我跟各位讲一下这个可能性，这个我也觉得非常有趣这个模式呢，它怎么样去帮助我们？在这个 QAI 它这个地方有一个太有趣了。我已经拿它来测试很多东西了，它其实可以去做一个画面那当然比例上我们可以调整一下，譬如说你看我 panning 这个事情，我可以将我这个画面拉进来然后我去拉入一个我觉得很酷的车子。那我去查嘛，假设我找一台我觉得好看的车子，然后把它给合进来，放大一下，就在官网上可以看得到的。我现在找到这2张图了，希望可以组合进去到我们里面，所以我开启资料夹，我把它放进来。那你看我这边可以画一下，你跟他讲我要组合过去，然后你完成了之后你一样，刚刚我们不是已经有一个还不错的 prompt 可以去处理吗？给他。所以你看我刚刚一打开之后那它就会开始去组合我虽然觉得那 LoveArt 非常有趣它比较像 agent， 但 QAI 它其实也很有趣，它其实是可以帮你阶段性的帮你把事情完成。那我们现在就让它跑跑看。我刚刚把一个房子透视图加上一台车子，并且我跟他讲我要有这样的一个时间点，然后在这样的日光之下直接帮我产出一张图来。我们刚 run 了这一切最后我得到这一张图，这张图是比较清楚的，它大概已经非常接近我们原来的想法了。就是我将这张图呢延伸过来，各位可以看一下，你看这一段它已经蛮接近我们原来设计的。那透过这种模式，你把这个车放进来，它们后面的这台车还是延伸它大概不会差别太多，而且这个你看这个树的枝干它大概也 follow 好了。那除此之外呢，因为这个有趣的地方在于它还可以直接做 video， 所以你看我刚刚做了个 video， 这边打开来看就可以直接将这个 video 产生出来。那其实我觉得在 AI 运用的状况之下，如果我们可以善用的话，其实不论哪个平台都可以拿来做不同的变化。你看我们刚刚做的这个事情在于前面这一端其实在谈这个有关 agent 这个事情，那很多人在期待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趋势它应该是可以开始为我们做出很多不同的引导，因为你可以开始训练它怎么样去帮你把不同的架构建立出来。譬如说你看你如果期待它有什么样的后续发展，还是可以跟他提说你希望它不同楼层高，或者是有怎样不同的材质变化，它是可以继续做的。各位，我们会持续更新我们对于整个设计界可以发展的事情，很期待跟各位不断的分享。在这种它现在还在 beta 的事情，如果我们可以找得到这种可能性，我们都会期待跟大家持续分享。
那也希望各位可以跟我们留言，你对哪个东西是有兴趣的，如果我能够找到最新的资讯，一定跟你分享，谢谢。